平静不是安全，平静是症状还没有发作。有一种病感染发生在第一天，但潜伏期很长，患者在潜伏期里精力充沛，面色红润，甚至比从前更好，所有人都说他痊愈了，他自己也信了。然后某天早上他没有醒来，不是那天早上出了问题，是第一天就出了问题。中间那些好日子不是治愈，是病毒在等一个时机。公元57年，刘秀驾崩，太子刘庄继位，是为明帝。此后30年，明帝、章帝父子相继治国，史称明章之治。吏治清明，四夷兵服，户口自治，东汉帝国最好的30年，也是最后的30年。明帝刘庄是一个不像刘秀的皇帝。刘秀宽，他对功臣宽，对豪强宽，对所有人宽，因为他借了所有人的力，还不起就只能宽。明帝不同，他是含着皇位出生的，不欠任何人。他的执政风格用2个字概括：控制。对官员，明帝亲自批阅奏章，事无巨细过问。后汉书载他善行礼，法令分明，地方官稍有懈怠即遭严惩。他的朝堂没有权臣，三公依然是荣贤空壳，尚书台紧紧攥在手里。对外戚，明帝的马皇后出身功臣之家，马援之女，但马氏家族在明帝朝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实权，马皇后本人极其低调，多次辞让封赏。后汉书马皇后记载她长衣大链，裙不加圆，穿粗布衣裳，裙边不加装饰，这是一种姿态，但姿态背后站着的是明帝的意志，他不允许外戚膨胀。对豪强，度田政策虽然名存实亡，但明帝用另一种方式补偿，严格的吏治。他不去动豪强的地，但他确保豪强不能公然违法乱纪，不能吞噬其他边户，不能把手伸进朝廷的选官系统。一条隐形的线，你在地方做你的土皇帝，但不许越界。18年，从永平元年到永平18年，明帝驾崩，没有外戚干政，没有宦官专权，没有大规模民变，没有藩镇叛乱，帝国像一台被精心维护的机器，每个零件都在该在的位置上运转。但这台机器有一个致命特征，它只有一个操作员。章帝刘达继位，明帝第5子，19岁登基。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宽厚，这个词在帝王语境里从来不是纯粹的褒义。宽厚意味着不较真，意味着给空间，意味着松手。章帝松的第一样东西，对外戚的约束。他的生母是贾贵人，养母是马太后。马太后在世时尚能维持马氏一族的低调传统，但建初4年马太后去世，章帝开始大封外戚。窦皇后的家族窦氏迅速崛起，窦皇后之兄窦宪在章帝朝已经显露出跋扈之相。章帝松的第2样东西，对地方的管控力度。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，宽赦罪犯，放松对官员的考核标准。表面上是仁政，百姓确实受益于轻徭薄赋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，地方大族在宽松环境下进一步做大，兼并土地的速度悄然加快，依附人口继续从国家户籍流向私人庄园。松手的过程不剧烈，没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从此帝国走下坡路，只是一寸一寸的退让，一点一点的模糊。那条明帝画下的线不是被擦掉的，是被踩得看不清了。建初、元和、章和、章帝3个年号共13年，加上明帝的18年，合计31年。31年的太平足够让所有人忘记那台机器需要人盯着。但问题不在明帝太紧或章帝太松，问题在一个更根本的结构缺陷。东汉皇帝为什么必然依赖外戚？回到杜田那期的结论，帝国的基层被豪强把持，朝堂的选官系统被士族垄断。举孝廉，每郡每年推举孝廉若干人入朝为官，这套制度的推举权握在谁手里？地方长官和地方名士。地方长官本身就出自士族，地方名士更是大族子弟。结果是，能进入朝堂的人几乎全部来自豪强世家。皇帝坐在宫里，面对一整个由世家子弟组成的官僚系统，他们有自己的利益网络，自己的师生关系，自己的联姻纽带。他们不是皇帝的人，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人。皇帝要制衡这套系统，能用谁？第一选项，自己的母族、妻族、外戚，他们的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的血缘关系，天然与皇权绑定。皇帝用他们来压制官僚集团，外戚的忠诚不需要制度保证，因为皇帝倒了，他们也完了。第二选项，身边的人，宦官，他们无家族、无后代、无退路，全部身家系于皇帝一人。皇帝用他们来制衡外戚，当外戚膨胀到威胁皇权时，宦官是唯一可用的刀。
外戚制衡官僚，宦官制衡外戚，这不是某个皇帝的昏招，是结构性的唯一解，因为皇帝在这个系统里找不到第三种可信赖的力量。明帝能靠个人能力同时压制外戚和官僚，但个人能力不可继承，制度缺陷可以。章和2年，公元88年2月，章帝驾崩，太子刘肇继位，年10岁，是为和帝。皇帝10岁，10岁的孩子不能亲政，谁来代理国政？制度给出的答案是太后临朝称制，窦太后，章帝的窦皇后走到帘子后面坐下。从章帝咽气到窦太后临朝，中间不会超过3天。3天，帝国从皇帝亲政切换到外戚掌权，像翻开关一样简单，没有政变，没有阴谋，没有任何人违反任何规则，一切都是制度内的正常流程。皇帝年幼，太后临朝，太后自然倚重娘家人。窦太后的兄长窦宪迅速进入权力核心。窦宪此人在章帝朝已有劣迹，他曾强夺沁水公主原田，章帝震怒，几乎要治他的罪，最终因窦皇后求情而赦免。那时候他只是一个跋扈的外戚纨绔，有章帝在，他翻不了天。现在章帝不在了，窦宪被任命为侍中，内干机密，随后出任车骑将军。车骑将军位在三公之下，但掌实际兵权。他率军北击匈奴，登燕然山刻石记功，封燕然山名，颁布撰文，军功赫赫，威望日隆。回朝之后升任大将军，位在三公上。大将军不是常设官职，设大将军意味着在正常的权力架构之外开了一个口子。三公是制度内的最高文官，大将军是制度外的最高实权者。谁设的这个口子？太后。谁坐在这个位置上？太后的哥哥。权力的传导链变成了太后、大将军、尚书台、百官。皇帝在哪里？皇帝在读书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能让太后临朝，但不让外戚掌权？因为太后也需要执行者，她一个人坐在帘子后面，发出的政令要有人去执行，传达给尚书台，传达给三公九卿，传达给地方郡国。这个传达不是简单的递纸条，是需要有人坐在朝堂上盯着、协调、施压、决策。他能用谁？用朝中官僚，那些人是士族世家的代表，凭什么听一个深宫妇人的话？他必须有自己的代理人坐在朝堂正中间，替他握住那根缰绳。他的代理人只可能是他的家族，所以逻辑链条是闭合的。幼帝、太后临朝、外戚掌权，三步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打断的环节。除非皇帝不早死，除非皇帝不生病，除非每一代皇帝都活到太子成年，但这不是制度能保证的事。从和帝开始，东汉皇帝的平均寿命急剧下降，和帝27岁崩，商帝2岁崩，安帝32岁崩，顺帝30岁崩，冲帝3岁崩，质帝9岁崩，桓帝36岁崩。几乎每一代都有太后临朝，每一次临朝都有外戚崛起。为什么皇帝活不长？后人有各种猜测，近亲婚姻、宫廷环境，甚至下毒。但无论原因为何，结果是确定的。东汉中后期进入了一个外戚、宦官交替掌权的死循环。循环是这样运转的：幼帝继位，太后临朝，外戚掌权，皇帝长大，联合宦官诛杀外戚，宦官掌权，皇帝死，新太后临朝，新外戚掌权，周而复始。每一轮循环都消耗一批政治资源，都制造一批冤案，都让士族官僚对中央权力更加离心，而地方豪强在每一轮动荡中都更加自主。反正洛阳那帮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谁说了算，我为什么还要听他们的？回到时间线，从建武元年刘秀称帝到章和2年窦太后临朝63年，如果从天下一统的建武12年算起，不到40年。40年，一代半人的时间，从开国到外戚专权只用了40年。明章之治不是治愈，是潜伏期。明帝用铁腕压住了所有症状，外戚不敢动，豪强不敢越界，官僚不敢懈怠，但他压住的只是症状，不是病因。病因是结构，皇帝没有可依赖的制度性力量来治理这个国家，只能依赖外戚和宦官。章帝松了一点手，松的那一点让窦氏有了萌芽的空间。章帝一死，萌芽在3天之内长成大树。不是窦宪太强，是制度给他留了位置；不是章帝太弱，是这套系统只要操作员稍一分心，就会自动滑向那个结局。明帝、章帝31年的太平，让后世史家误以为东汉前期是正常的，中后期才出了问题。不是的，前期也不正常。前期只是有2个足够清醒的操作员在拼命维持一个本质上不可持续的平衡。他们维持得越好，后人就越看不见结构本身的缺陷。等他们不在了，缺陷以最暴烈的方式暴露出来时，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
永平18年到章和2年，一个铁腕父亲，一个宽厚儿子，一个无法自理的孙子，3代人31年走完了从盛世到倾覆的全部路程。回头看这条线，明帝压制外戚，轻管尚书台，严控地方吏治；章帝放松约束，优容斗士，减轻考核。章帝一死，10岁幼帝窦太后3天之内临朝，窦宪半年之内掌军。不是哪一步走错了，是每一步都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，每一步都合理，合在一起就是坠落。制度没有被任何人破坏，制度忠实地运行着，运行的终点就是崩溃。但崩溃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从窦宪掌权到东汉灭亡，中间还有130年。130年里，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，士族在夹缝中积蓄力量，地方豪强在每一次洛阳动荡中壮大一分，直到所有的量变叠加到那个临界点，中央再也调动不了任何一支不属于地方私人的军队。这个帝国从出生那天起就写好了军阀割据的结局。